We all lose faith sometimes, but the point is, we brought one of our family members back here. 速度与激情 DC 分情，闪电侠也整 family 呀！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靠着吞噬人们的悲伤，以那些无法直面痛苦的可怜人为食，黑火在中城已经犯下了不少命案。出乎小队意料的是，黑火竟然对冰霜有着很浓的兴趣。当众人以为他就是抓捕黑火的关键之时，黑火却找上了凯瑟琳，并以熟悉的声音与之对话。原来黑火就是死去的火风暴罗尼。同时艾瑞斯的时间大病发作，原本应该居家隔离，却一意孤行要外出行善，结果酿成大祸，让缇娜的母亲原地消失，顺利晋升为 DC 新英雄猎马侠呀。猎马侠虽然很抱歉猎了别人的马，但他的大病还在发作，本想通知 Barry 和苏，手上的 iPhone 18也被猎了。为了防止缇娜也被猎，苏让女孩快快离开。艾瑞斯昏了又醒了，除了有点头疼之外，心里倒也没啥负罪感。关于缇娜母亲的事，他对苏道了歉，好一个敲山震虎啊！苏更是教训他不守规矩，人家迪根说了居家隔离，还非得带病出门。他打算现在就把艾瑞斯带回实验室。缇娜在此时为母寻仇，正义的审判虽迟但到啊！苏仍打算把艾瑞斯带回实验室，所以不会让女孩轻易得手，除非实在拦不住。就这样，猎马侠被猎了。缇娜则是穿墙溜溜球啊！回到凯瑟琳这边，当他察觉到黑火是罗尼后，也是不太相信啊。这黑火可是善攻人心，狡诈的很。但他说了几句话，正是罗尼当初的遗言，这让凯瑟琳确信他就在黑火中。同时，一段记忆涌上脑海：10年前，粒子加速器还没启动，他和罗尼只是星辰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凯瑟琳有着医学位，大家有伤都找他治。这也是罗尼第一次和凯瑟琳接触。他们都很崇拜威尔斯，也期待粒子加速器改变世界。罗尼的幽默细菌正合口味，总是刚好戳在凯瑟琳的心窝上。他自己又很善谈，包扎伤口的功夫，两人就交换姓名，相互青睐。思绪回到现实，凯瑟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罗尼。实验室收集到了更多线索，除去之前被黑火杀害的3人，乔又调查出了另外3个受害者。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他们是被黑火烧死的，但死者共同点是存在的，都曾经失去过亲人，尸体也都化成了干炭。这说明了黑火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只是闪电侠小队最近才遇到了它。经历了之前的遭遇，切斯特升级了聚变球，使其不需要冰霜和糖毫色介入也能吸收黑火，但众人还无法预测黑火的踪迹，等于是有了渔网却找不到鱼塘啊！一筹莫展之时，凯瑟琳带来了关键情报，黑火是奔着他而来的。同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受害者的照片，这事儿一直都是冰霜在跟着。之前酒吧遇害的2名员工在凯瑟琳、马库斯、冰霜以及马克约会时见过一面，另一个拜瑞没有救下的瑜伽老师，凯瑟琳一直在跟他上课。早年的3个死者和凯瑟琳来自同一个科学小组，如此更加证明黑火在找他。当凯瑟琳说出黑火就是罗尼的时候，拜瑞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没这么简单的，黑火就是善攻人心，会以最思念之人的模样出现。拜瑞有这种怀疑是没错的，这一点凯瑟琳也早就想过了。他来求助团队自然是做足了准备。黑火的冷聚变辐射值读数刚好是一个质量为一个太阳能的黑洞所能产生的能量输出，黑火的能量与黑洞中的起点相同，刚好印证了罗尼牺牲自己毁灭黑洞的事件，也说明黑火就诞生于起点。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物质不会凭空诞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所以凯瑟琳相信罗尼还活着，但这并不能说服白瑞，他所认识的罗尼是不会滥杀无辜的。这一点凯瑟琳有解释，罗尼与黑火融合，失去了人所需要的生理生活物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人在死亡时，大脑会分泌促肾上腺皮质素，这是人类感受悲伤的激素，导致罗尼变成黑火后对悲伤格外敏感，就像是动物本能的原始冲动，做一件事儿不过大脑。罗尼感受到悲伤就想要进行吞噬，凯瑟琳认为他一直想寻找自己，是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懂这些含义，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如何救出他。罗尼第一次变成了火风暴，用了量子连接器，想让他从黑火变回人形，或许还需要用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摆在众人面前，量子连接器需要2个人使用，并且需要这2个人意念合一。他们想到了镜像大师，将他的技术与连接器融合，就能复制出另一个罗尼来帮助他恢复人形。这个计划完美的很呢，救回罗尼指日可待呀。可拜瑞的心里却怎么也不踏实，思前想后，他还是准备提醒凯瑟琳一下，不要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以确保万无一失。
凯瑟琳认为现在就是万无一失，如果换作是艾瑞斯，白瑞同样会不惜一切去挽救。话虽然在理，但白瑞还是觉得定论下得太早了，谁也无法保证黑火没有在利用凯瑟琳。况且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白瑞，人死是无法复生的，即使你有天大的能力。但凯瑟琳不愿意让罗尼以这种方式被折磨着，白瑞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前任诈尸还魂归来，凯瑟琳怎么也得跟马库斯解释一波。他表明自己一直在跟闪电侠合作共事，本以为这样解释能让马库斯轻易理解前任诈尸还魂，可这种话搁谁能信呢？分手的借口千奇百怪，诈尸还魂，凯瑟琳还是第一个呀。成年人的决定也没有必要挽留，这些道理马库斯都懂。植物的根会一直向下生长，而人类同样是种植物，向心生长。如果不悉心照顾植物的根，它便会死，就如人心会碎。白瑞知道凯瑟琳做出了决定，他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确保万无一失。这也是乔让他明白的道理。队员的决定，作为领队就要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冰霜明白白瑞的用心，知道他认为这事儿不靠谱，毕竟美好的故事只会发生在童话里，但童话里都他妈是骗人的呀。这一点冰霜也是赞同的，但他不能再和凯瑟琳有分歧了，自己总要让这个姐妹也有安全感呢。为此他又搬出了艾瑞斯，假如有一个办法可以治好时间大病，那白瑞也肯定会冒险一次，即便是失败。重要的是你愿意为了家人去拼一次的机会。切斯特正直播改造着量子连接器，他认为技术这种东西不能封闭，只有分享出去才能帮助别人。阿莱格纳当场劝他下播，这可是有能力起死回生的设备，要是被哪个大反派学到了精髓，那还能了得。网络上切斯特玩明白了，阿莱格纳还想让他去带货呢。这次的弹幕就还是之前那些弹幕，剧组这相当偷懒了。但有个人的名字叫我爱蝙蝠女，这我品味不了啊。总之阿莱格纳温柔地开导了切斯特，让他放弃了直播改造的想法，毕竟生死天注定，不该是科学能够左右的东西。可恶啊，切斯特呀！塞西尔在实验室里突然感受到了黑火的情绪，那种痛苦难以想象，似乎罗尼在告诉塞西尔他想要死，他在黑火里遭受着巨大的折磨，唯有一死才能解脱。白瑞在得知这件事之后更加确定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人把事件告诉了凯瑟琳，希望他别因为盲目而出事。这和之前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罗尼让自己救他，现在却要告诉塞西尔求一死。凯瑟琳怎么能够接受这种答案呢？7年的时间他都在释怀罗尼的死，直到最近才决定重新开始生活。现在有了救回罗尼的计划，凯瑟琳肯定不会放弃。白瑞本就认为这事儿有诈，通过塞西尔更战死了立场。凯瑟琳认识他的时间不次于罗尼，他渴望白瑞理解自己，理解那种不惜一切让爱人回到身边的感受。但这次白瑞没再动摇，闪点就是前车之鉴。当你以为自己能够修改自然规律时，灾难就已经悄无声息的到来，一切终将化成泡影。意见不合让凯瑟琳很难过，以前不管白瑞遇到什么困难，即便是错的决定，他都会坚持站在白瑞身后。这场谈话不欢而散，想让罗尼回来的信念再次让凯瑟琳回忆起了过去。那是他们相识相爱的1年后，凯瑟琳准备好了行李和罗尼出去度假。度假是幌子，他想对罗尼求婚。刚好在这1周年的纪念日上，凯瑟琳似乎都看到了罗尼感动的鼻涕横流。可现实拉了胯，车子开到一半陷进了雪地，他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酒店了。失落的凯瑟琳抱怨起了天气，毁了自己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本想就地解决不留遗憾，却没想到罗尼也准备了戒指，两人竟然想到了一块儿，直接就省略了我同意的步骤。那些记忆更让凯瑟琳下定决心，不论如何也要把罗尼救回来。白瑞这边和其他人商量了这件事儿，现在就是两难的决定。救罗尼的话很可能酿成大祸，不救罗尼的话，罗尼会一直被折磨，黑火也会一直杀人。白瑞选择了第3条路，困住黑火，除掉黑火。如此一来，罗尼也不会再遭受痛苦。冰霜尝试着问了一下众人，有没有可能做一台量子拼接器，让罗尼和黑火合二为一。这就关乎到了连接器的原理了，需要使用者完全的自愿，罗尼必然不可能与黑火共存。最后的问题就是去说服凯瑟琳。这次冰霜自告奋勇来到跟前，凯瑟琳就已经猜到了冰霜的用意。她表示自己不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毕竟是在同一个身体里生活过的姐妹。冰霜自然清楚凯瑟琳的性子，所以她偷来了量子连接器，不管成功与否，只要凯瑟琳想去尝试一下，她做姐妹的一定会帮忙。此时正有一群作死的青年围在篝火旁，吹着冷风，讲着恐怖故事。没想到说鬼鬼就到啊！黑火到来，直接吓尿了所有人。卫星探测到了黑火的异常温度，拿好了切斯特改造完的聚变球。白瑞立刻带着阿莱格纳和塞西尔出发了，两女负责疏散群众。白瑞提起聚变球开戏，一切进展得很顺利。聚变球 2.0 的确奏效了。
但有人以极快的速度赶来此地，正是冰霜和凯瑟琳。白瑞的施法被打断了，他实在不明白冰霜为何要这么做，但冰霜只是让他冷静下，给凯瑟琳一次机会。聚变球都毁了，白瑞想再出点黑火也没招了。听到凯瑟琳的声音，黑火瞬间就温和了许多，逐渐化成了模糊的人形。想起罗尼的点点滴滴，凯瑟琳毫不犹豫地将量子拼接器按了上去，只是片刻，烟雾就退去了。罗尼这一副就知道你能成功的表情，但身体一时无法适应，虚弱地昏了过去。结局总归是好的，白瑞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罗尼休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给凯瑟琳发贺电，乔当场改名为乔迪塞尔。 We all lose faith sometimes, but the point is, we brought one of our family members back here. 白瑞也为之前自己的决定道了歉。凯瑟琳并没有在意，已经幻想起了罗尼回归的生活，指定是和众人打成一片，要么就是打成一片呢。白瑞正想着把这个消息告诉艾瑞斯，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琢磨之际，门被敲响了，苏不得已找上了门。他告诉白瑞，艾瑞斯被裂了呀。凯瑟琳本着想着等罗尼苏醒，可病床上却空无一人，实验室还电压不稳，跟闹了鬼一样，有东西指引着他一路走去。偌大的实验室，只有凯瑟琳鞋跟与地面碰撞的声音。他终于见到了罗尼，还以为虚惊一场，万没想到啊，真正的惊吓就是罗尼。正如白瑞所猜测的，他根本就不是罗尼，而是黑火利用了凯瑟琳。如今他得到了量子连接器，现在可以称呼它为死亡风暴。死亡风暴实际就是火风暴的同位体。在重启前的世界里，死亡风暴的存在是因为黑灯军团复活了罗尼，因此诞生了一个没有感情的邪恶存在。重启后的新52里，死亡风暴便成为了地球3中的一个反派，是一个名叫马丁的变态科学家融合了一具尸体形成的，在剧中沿用了他的变身器，就是量子连接器改造而成的量子拼接器，和火风暴类似，他需要这个东西来维持变身状态。善攻人心的设定剧中也还原了。死亡风暴说白了就是玩诈骗的，逮住谁就诱骗谁的。近期的路透中，老实人威尔斯博士又回归了，他穿着一套全新战衣，有人觉得他像丹尼尔，漫画中艾瑞斯的弟弟，设定像个移动插头，其他寄宿者就是充电宝，逮住一个杀一个，杀一个就能给自己新能源续航。但终究是不是丹尼尔，我们还要画个问号。美剧把几个人物融合在一起的例子也不少啊。还有路透显示，新寄宿者米娜出现，她的能力除了神速力之外，还可以感知其他寄宿者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米娜跟白瑞有过约会，再结合网传说艾瑞斯即将边缘化，难道要变成有生之年剧情了？不过能看出啊，第8季有意让白瑞和冰霜有些羁绊。对此我想说啊，嘿嘿，多来一点啊。